美国东部时间6月21号，美军 B-2 突然下场，参与对伊朗核设施的空袭，中东地区战事的最大升级。根据美国公布的具体行动细节，同时有更清晰的卫星图像公布。综合这些信息，大兵对行动做了相对完整的复盘。咱们继续往下看。据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将军介绍，本次行动代号为午夜之锤，有包括7架 B-2 轰炸机在内125架军机参与。按照美军所公布的时间起点， B-2 轰炸机在美国东部时间6月21号凌晨从密西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出发，随后兵分两路，一部分飞向太平洋方向作为疑兵，另外真正的作战群则由7架 B-2 轰炸机组成。考虑到美军现役 B-2 只有19架，7架实战的 B-2几乎是最大可出动水平了，因此飞往太平洋方向的诱饵数量可能不会太多。根据开源信息推断的情况，再加上媒体故意放风，成功塑造在6月21号当天美军 B-2 轰炸机群在太平洋方向的假象。从实际效果来看，美军的战略欺骗达到了预定目的，骗过了所有人，而真正执行作战任务的是7架 B-2 向东飞行，在飞越大西洋后沿地中海航线进入中东地区。每架 B-2 均携带2枚 GBU-57巨型钻地弹，加上远程飞行的缘故，因此航程中进行了多次空中加油。之前在大西洋亚速尔群岛拉日什空军基地的加油机为美军轰炸机群提供支持，美军加油机以此在该基地增加部署了10余架，显然就是为了这次的奔袭任务。实际上，美军为了欺骗战术，在周围足足部署了近50架加油机。美国东部时间6月21号17时，B-2 轰炸机群进入美军中央司令部作战支援序列，并由该司令部司令库里拉将军指挥。同时，美军潜艇开始向目标发射巡航导弹。下午6点左右，B-2 轰炸机和支援机群进入伊朗领空。为保证绝对安全，美军再次铺设诱饵欺骗战术，并由 F-16、F-22 与 F-35护航机群前出到打击群前方，探测并清扫潜在的敌机和防空导弹威胁。在机群接近到福尔多纳兹坦核设施时，美军使用了高速压制武器，通过对潜在的伊朗防空导弹先发制人，确保轰炸机群的安全通过。在整个任务中，美军未探测到伊军有任何开火行为。下午6点40分到7点之间，B-2 轰炸机、护航机群以及巡航导弹抵达预定的攻击位置，对伊朗福尔多、纳坦兹、伊斯法罕3处核设施进行了轮番攻击。其中对福尔多核设施的攻击由6架 B-2 轰炸机完成，每架轰炸机向预定目标投放了2枚 GBU-57巨型钻地弹，总计用弹12枚。从目前公布的打击图像来看，福尔多核设施可以发现2组打击点，每组可见3个弹洞。如果美军的确使用了12枚 GBU-57的话，每个弹洞打进去2发钻地弹，精准度很高，而3个弹洞密集分布于一处打击点，可见美军确实使用了集中打击的方式来确保毁伤。按照之前信息，福尔多核设施的地下结构覆盖有90米的掩体以及加固层，按照单枚 GBU-57的打击威力不足以确保击穿，若选取2个打击区分别集中轰上3孔6枚弹的话，可能会对打击效果有所提升。而且美军选择这2个打击区也很有意思，因为这2个点位在伊朗建设福尔多核设施时不是单纯的山体，而是建有施工入口的。后来地下设施完成后，这2个入口进行了回填或者掩盖，也正是这种动作让美军认为这2个点并非纯粹的山体，因此进行了上述的集中打击方式。因为打击目标深埋地下，钻地弹的打击效果也不是看弹洞能瞧出来的，所以真实情况还需要看以后的消息。至于特朗普说的话，大边确实不敢完全相信，即便是美国自己，其实除了宣布胜利外，也表示具体受损程度尚需10日才能确定。由于评估仍在进行，现在评判伊朗是否仍保留部分核能力还为时过早。这是针对福尔多核设施的情况。实际上，同时进行的还有另一路 B-2，美军分出了1架 B-2对纳坦兹核设施进行了攻击。这里的地表建筑早就被以军轰炸过了，美军轰炸机过来后，则投放了2枚 GBU-57巨型钻地弹。从卫星图像可见，纳坦兹核设施的空地上有一个很明显的弹洞。当然，这里的空地不是真空地，而是纳坦兹核设施地下部分的正上方。若美军真用2枚弹的话，还是强化打击的路子。不过，跟福尔多核设施不同的是，纳坦兹核设施没有巨大的掩体所覆盖，所以地下设施遭重创的可能性更大。至于伊斯法罕的核设施，美军是由潜艇发射巡航导弹来打击的。最开始的报道称，
使用了30枚巡航导弹。后来美军通报时则称，打了20多枚巡航导弹。从卫星图可见，伊斯法罕的地面部分遭到了严重毁伤。另外，据美军的通报，整个行动中，除了14枚 GBU-57巨型钻地弹、20多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外，还打了其他弹药，总计耗弹75枚。其他弹药估计就是护航战机压制伊朗防空部队所用的。美军战后感慨，但是伊朗没有任何战机起飞，防空系统在整个任务中似乎也没能看到我们。打击任务完成之后，美军机群于美东时间晚上7点30分离开伊朗空域。半个小时后，特朗普发帖捷报，轰炸机群在加油机的支持下，则继续沿着来时航线返回基地。单从作战行动的隐蔽性、突然性，以及美军远程奔袭的组织能力、联合作战能力、打击目标的精准度和零战损的结果来说，整个午夜之锤堪称完美。客观地说，这次万里奔袭展现了美军极强的远程联合作战能力。目前全球能做到这点的还真只有美军一家，其中的多个细节点值得研究，而其拥有大量海外基地和加油机所体现出来的重要性也凸显无疑。行动后各方的反应不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里希强调，需要查清伊朗的油库存，包括失踪的400千克浓度为 60% 的高浓缩油。内塔尼亚胡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掌握了伊朗这400千克高浓缩油的有趣情报，但没有透露细节。伊朗官媒发出了一些强硬信息，诸如展示标有美军基地的中东地图，威胁这些美军基地都位于伊朗的火力打击范围之内。在美军空袭前，多家媒体报道称，因为对以色列定点清除的干扰，哈梅内伊大幅强化了自身安全以及与外界的沟通方式，暂停所有的电子通信，效仿本拉登，通过一名值得信赖的助手与伊朗军方以及革命卫队等保持联络。媒体报道称，哈梅内伊现在身处一座地堡内，并在伊朗军事体系中指定了多位候补指挥官，应对自身可能遭定点清除的不测情况。同时，哈梅内伊还提名了3名高级神职人员作为自己的接班人。6月23号清晨，哈梅内伊在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讲话中表示，将会进行报复，而对象不是美国，是以色列。在最新一轮空袭中，伊朗仅向以色列发射了约15枚中程弹道导弹，而且被成功拦截，仅有残骸落地，暂时还没有看到击中目标的信息。实际上，这些都是大家可以预判到的形势，反倒是俄罗斯的发言人让人惊讶。梅德韦杰夫宣称，在美国空袭伊朗核设施后，有国家准备直接向德黑兰提供核武器。梅德韦杰夫没说具体信息，尤其是到底是哪个国家准备向伊朗提供核武器。而且1周前，普京就在电话中答应特朗普来调解以伊冲突。普京跟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关系要比他跟伊朗那些领导人的关系铁得多，而为了替伊朗出头而得罪特朗普，则是更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中间的利益关系，普京还是拎得清的。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年1月签署的俄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中不包括共同防御的条款。好了，新闻就说到这儿吧，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